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凭借《莲花楼》提名亚洲最佳男主。好评如潮的原因有这4点：武侠世界是人们虚构出来的，无数作家和编剧都希望在其中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然而，能够脱颖而出，令观众铭记于心的作品却寥寥无几。《莲花楼》取得了成功，中国演员程毅凭借该剧获得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提名，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入围该奖项的男演员。莲花楼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他是如何在众多武侠剧中脱颖而出的呢？因为莲花楼达成了以下4个方面：第一，莲花楼不同于其他武侠小说，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固定套路，整体剧情打破了传统框架。李莲花的设定是一位武林高手，整部剧展现的是他从巅峰逐渐走向低谷的人生历程。他曾是武功高强的武林至尊盟主，然而因意外从高峰跌落，沦为一个平凡的人，过着普通的日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深刻领悟到许多道理，曾经那些执着追求的东西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浮华。就这样，他从李香怡逐渐蜕变为李莲花。传统武侠剧往往从主人公的少年时期展开，重点刻画他一步步成长为武林至尊的历程。这一过程虽注定充满艰辛与波折，但在贵人的扶持和红颜的陪伴下，主人公最终成为了意气风发的英雄。这种描写方式能够让读者和观众更深刻地融入其中，产生强烈的共鸣感。以金庸的武侠世界为例，郭靖是其中最接近普通人的角色。尽管他天资平庸，却勤奋刻苦，为人敦厚，最终成长为令人敬仰的侠者。传统的写法固然不错，但当这种模式逐渐泛滥时，莲花楼的反套路手法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观众们对大侠成名之后的生活充满了好奇。剧中的情节设定颇具反常规色彩，主角并未被赋予传统的主角光环，他并非无敌的英雄，而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凡一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朋友们逐渐离他远去，乔婉冕也不会永远等候，她最终嫁给了别人。李香怡终将中了自己无法解开的毒，而男主角也终究会从巅峰跌落，最终与凡人无异。其他偶像武侠剧中的种种悲惨经历，可能分分钟就能被轻松解决，但如今的观众已不再容易被敷衍，他们更喜欢看那些反套路的、合理的剧情发展。第二，莲花楼对女性角色表现出尊重，赋予了她们丰富而立体的灵魂。在李香怡身边，乔婉冕一直默默陪伴着她，仰望着她的身影，然而李香怡却常常对她视而不见。她崩溃地大喊：“你总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。”而李香怡依然忙于江湖琐事，沉迷其中。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最终乔婉冕疲惫地说：“我真的好累。”他会说，李香怡如同太阳般灿烂耀眼，光辉夺目。然而，又有谁能始终仰望太阳呢？实在太累了，女生也会感到疲惫。她渴望一个能够仰视自己的人。莲花楼的原著作者是一位女性，她能够深入体会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，设身处地地思考她们的需求和行动方式。因此，剧中的女性角色不再一味地跟随男主角，而是展现了更为独立的思考和选择。在男作者的笔下，女性角色往往围绕着男主角展开。例如在金庸先生的作品中，书中的女性人物几乎总是对男主角心生爱慕。比如黄蓉，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她不仅聪明机敏、古灵精怪，而且武艺超群。作为一个小女孩，她的武功绝学让她的实力丝毫不逊色于郭靖。然而，
随着与郭靖感情的加深，到了《神雕侠侣》里，黄蓉仿佛换了一个人，逐渐退居幕后，成为隐身于郭靖身后的贤内助，事事顺从靖哥哥的意见。剧中还有一个感人之处，狄飞升说道：“我原以为乔姑娘是你的女人。”李香怡随即回应：“乔姑娘只属于她自己，没有人属于他人，唯有做真实的自己，人生才能绽放光彩。无论乔姑娘嫁给谁，她始终都是她自己。”当乔婉冕意识到自己被认出来时，她说道：“不再爱一个人，并不意味着需要感到内疚。女性无需被过去的情感束缚，即便是男主角心中的白月光，他同样有权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。”第三，莲花楼中融入了大量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细节，例如各个角色的名称中，金渊盟的盟主狄飞升源自李白《春夜洛城闻笛》中的“谁家玉笛暗，飞升”这句诗。接下来还有一句关键的诗句：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？”折磨狄飞升的正是那个回到儿时生活过的狄家复仇的人。乔婉冕出自张华《咏怀赋》中的杨绰约之丽兹，怀婉冕之柔情。这篇赋旨在歌颂美人，追忆亡妻。乔婉冕不仅是第一美人，还是李香怡心中那段逝去的白月光，用这个名字再贴切不过。许多武功招式的名称源自诗句，例如小楼昨夜又东风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《虞美人》，而明月沉西海则出自李白的《哭潮清衡》，其中有句谓“明月不归沉碧海”。游龙踏雪悲风白杨等招式名称皆取自古诗词中常见的意象。第四，剧本与演员是相辅相成的，程毅的努力使他理应获得这一奖项。程毅今年已经34岁，早年以跑龙套的身份进入演艺圈，多年来他始终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，从未有丝毫懈怠，并且对角色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《莲花楼》展现了李香怡逆流而上的人生。在拍摄期间，程毅不断思考李香怡应如何进行蜕变与成长。程毅认为，李莲花的侠义在于忠于自己的内心。在他所经历的江湖中，李莲花选择了放下，这种放下不仅是对过去的释然，也是他非凡之处的体现。程毅的打戏全部是直接通过绿幕完成的，他真的非常敬业。最令人震撼的第一场戏是程毅亲自吊着2根威亚，从100米高的山崖纵身跃下，完全没有使用替身，并且整个过程竟然是真实场景拍摄。很难想象，程毅连过山车都不敢坐，却能在这场戏中泰然自若、潇洒自如地完成表演。莲花楼在未播出之前并不被看好，然而播出后却意外的火爆，甚至推动了多个地方的旅游业。许多地方的官方文旅宣传中都将莲花楼的取景的作为亮点。观众的眼光犀利，优秀的作品总会受到关注。祝贺程毅荣获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提名，同时也祝贺莲花楼获得如此良好的口碑。